杨紫朋友圈风波，幽默感化解一切。近期，杨紫因为在热播剧《长相思》中的表现而再次受到瞩目。在接受采访时，她谈到了自己的朋友圈，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认为她的朋友圈是最有趣的，甚至有人想付费观看。但杨紫表示更愿意自己消化负面情绪，不让身边的人受到影响。这位活泼开朗的女演员在微博上经常与粉丝分享生活和工作，备受大家关注。她认为，当遇到不好的新闻时，朋友发微信询问，就像吃了一口苍蝇一样。然而，她更愿意吐出这些负面情绪，独自消化，而不是让身边的人感到困扰。除了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的方式外，杨紫还在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幽默和机智。她的朋友圈不仅是一个私人空间，更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正能量的场所。她用幽默和智慧给大家带来快乐，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开心果。总的来说，杨紫的朋友圈是一个充满欢乐和正能量的地方。她用幽默和智慧给大家带来了许多快乐。我们应该学会尊重艺人的隐私，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私人空间。让我们为杨紫的职业生涯加油，祝愿她开心快乐。杨紫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年轻演员，自然少不了在娱乐圈中引起一些风波。然而，她独特的幽默感常常能够化解一切的尴尬局面，赢得了众多朋友圈粉丝的喜爱和支持。无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现实生活中，杨紫都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与众不同的个性。她的朋友圈成为了粉丝们了解她日常生活的一扇窗口，也是她展示幽默的平台。每当出现一些负面新闻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杨紫总能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化解尴尬，用轻松的态度来面对问题。她常常在朋友圈里分享一些幽默的段子、搞笑的图片或者自己的一些失误和小糗事，让粉丝们看到她真实的一面，也让大家感受到她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杨紫的幽默感也让她在娱乐圈中赢得了许多好友。她与一些同行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经常在社交媒体上互相调侃、互相支持。她用幽默的方式化解了不必要的矛盾，让人们看到了明星之间不仅是竞争，更是友情和合作。总的来说，杨紫以她独特的幽默感化解了许多风波，展现了积极阳光的一面。她在朋友圈中分享的快乐和幽默，也影响着她的粉丝和关注者，让大家更加喜爱并支持她。无论未来会遇到怎样的挑战，相信杨紫都能用她的幽默和乐观去面对，继续走好自己的演艺道路。长相思邓为爆红涨粉130万，她古装新戏在演男二光芒强压男主曾舜晞。陆剧流量女神杨紫的古装新剧《长相思》热度收视稳居第一，腾讯热度值更冲破33000大关，可说是今年陆剧暑假的最爆款。邓为虽身为男二，微博涨粉破130万，热度强压男一张晚意与谭健次。他的古装新戏《云秀行》也演男二，外界认为男主角曾舜晞恐怕会被邓为的声势斩压。杨紫之前曾受访表示，《长相思》不仅是一名女子和4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想转述的是女主角小妖如何走出自我，得到救赎和治愈的故事。但当初外界并不看好《长相思》，认为虽是杨紫的大女主剧，但与她搭档的3位男主知名度都不高，还觉得她资源降级，甚至会被3人拖垮。没想到播出后收视火爆，证明外界不但低估杨紫的影响力，也低估了张晚意、邓为、谭健次3人的演技与实力。播出后3位男主的圈粉速度也很惊人，尤其饰演涂山璟的邓为，目前已经涨粉130万，瞬间爆红。邓为的古装造型俊帅，即使穿着粗布麻衣都散发温文儒雅的贵公子气质，加上他的角色人设太讨喜，涂山璟不仅温柔善良，即使哥哥对他极为残忍，他也不曾有报复之心，加上对女主角小妖从一而终，虏获不少观众的心。目前外界认为邓为的待播古装剧《云秀行》已是爆款预定，相信他会为此剧带来高关注度，收视流量也势必大涨。云秀行改编自日本漫画作家雪乃沙一所绘的日本动画《彩云国物语》，当时选角确定时，不少原著动画迷认为曾舜晞不贴合男主角色，反倒认为饰演男二的邓为，不论是造型、颜值或气质都更符合，希望2人角色对调。
现在加上邓为凭借《长相思》带来的火红人气，许多网友云秀行男主角曾舜晞可压力山大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男二，既然颜值人气双输，这下只能靠演技扳回一城了。此外，据说云秀行也是一女四男的设定，网友也质疑女主角李一桐是否能像杨紫一样扛起这个角色。02，张艺兴新作《孤注一掷》点映预售破7300万。热血青春电影引发狂热。近日，张艺兴主演的电影《孤注一掷》点映预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破纪录的7300万的票房预售额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狂热追捧。这部热血青春电影以其强大的阵容和精彩的剧情，成为了观众们追逐的焦点。本文将为您详细揭秘《孤注一掷》的点映预售破纪录的背后故事，以及这部电影引发的观众狂热。作为一部热血青春电影，《孤注一掷》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在面对生活困境和挑战时勇往直前、追逐梦想的故事。张艺兴在片中饰演一位拳击手，他通过努力和坚持，不断超越自我，最终实现了他的梦想。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剧情吸引了无数观众的目光，激发了他们对于电影的浓厚兴趣。点映预售破纪录的7300万的票房额，不仅是对电影本身质量的认可，也是观众们对张艺兴的支持和喜爱。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人，张艺兴无论是在音乐还是表演领域都有着出色的表现。他的独特魅力和才华在《孤注一掷》中得到了充分展现，赢得了观众的心。除了张艺兴的精湛表演外，电影中的剧情和制作也是吸引观众追捧的重要原因。孤注一掷在剧情上充满了悬疑和紧张感，让观众们在观影过程中充满期待和紧张感。同时，电影的精美画面和刺激的动作场面也给观众带来了身临其境的观影体验，让他们沉浸其中，忘却现实的烦恼。这部电影的成功还归功于他在宣传上的创新和突破。在电影上映前，张艺兴和电影团队通过多种渠道不断推广，用悬念和预热激发了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从发布官方预告片到与观众互动的线上活动，从幕后花絮到主题曲的发布，电影团队的巧妙营销和宣传策略为电影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综上所述，张艺兴主演的电影《孤注一掷》的点映预售破纪录的7300万的票房额，引发了观众们的狂热追捧。这部热血青春电影以其强大的阵容、精彩的剧情和优秀的制作，在观众心中掀起了一股热潮。相信随着电影的热播和口碑的持续走高，它将成为观众们必看的佳作，为炎炎夏日带来一缕清凉和热血。张艺兴孤注一掷定档，揭秘境外诈骗，讲贪欲后生死博弈的故事。孤注一掷是由宁浩监制，申奥编剧执导，张艺兴、金晨、咏梅、王传君领衔主演，王大陆、周也特别出演，孙杨、邓萃雯主演的反诈骗犯罪片，于2023年8月11日在全国公映。剧情简介：电影取材自上万起真实诈骗案例，境外网络诈骗全产业链骇人内幕将在大银幕上首度被揭秘。程序员潘生张艺兴是，模特安娜金晨是被海外高薪招聘吸引，出国淘金，却意外落入境外诈骗工厂的陷阱。为了离开，两人准备向赌徒阿天、王大陆是和其女友小雨周也是下手，从他们身上套现，完成业绩。潘生与安娜能否逃过诈骗集团头目录经理王传君氏和阿财、孙杨氏的残暴折磨？面对警察咏梅氏的跨国调查和追捕，他们又会何去何从？张艺兴饰演潘生，原本是一个程序员，由于工作不顺心，他被朋友介绍进了一家高福利、高薪资的境外公司。本以为是遇到了良人，却没想到对方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鬼。在新公司工作了不到半年，领导就以团建的名义邀请所有人前往东南亚旅游度假。等到了目的地，领导就安排10几辆大巴把所有人运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等到潘生他们醒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并不是美丽的景色，而是一支支乌漆麻黑的枪口。就这样，潘生他们从法制严明的国内来到了人间地狱缅北，等待他们的将是数不清的诈骗电话，以及关水牢、钢管砸头、棍棒电击等一系列的刑罚。金晨饰演梁安娜，一个美丽而聪明的模特。她对自己现在的工作不满意，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明星。
在所谓好闺蜜帮助和介绍下，以为是个高薪10几 W 仅发牌的和关好工作，缺钱的她想尽办法去到工作地点。到达位置了解后，才发现真实内幕，只能为了保命而去工作。在尝到所谓高薪的甜头之后，甚至都信以为真。不了解所有内幕的她，还特别享受此时充满赚钱幸福的生活。结果后续慢慢展开所谓的违法赚钱方法，让发现真相的她想要逃离，可为时已晚。哪怕她用尽各种方法，然而身边出现的每一个基本都是诈骗集团的手下，依旧逃不出去。王传君饰演陆经理，是整个诈骗团伙的核心人物。他用各种手段欺骗他人，并对受害者进行残忍的虐待。他利用网络招聘等方式诱骗年轻人出国工作，然后强迫他们从事诈骗活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和尊严。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关系，威胁和打击那些想要反抗或逃跑的人，甚至不惜杀人灭口。他对受害者的伤害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和生活上的。作为诈骗工厂的绝对掌权者，陆经理洞悉人们急功近利的人性弱点，他最擅长用蛊惑人心的言辞来诱惑他人。有时候是狡猾狂妄的老板，有时候是亲切和蔼的导师，有时候是冷酷无情的杀手。他极其残暴，极其有头脑的人，他能够掌控如此多的人，也能够赚到如此多的钱，都归功于他的手段。咏梅是警察，是一名在境外没有执法权，但也不放弃维护公民安全和利益的人民警察。他为了打击网络诈骗犯罪，不断收集证据和线索，与国内警方合作，展开了一场跨国追捕。孙杨饰演安俊才，网络诈骗工厂的老板。他为了赚取更多的钱，不惜使用暴力和威胁，控制着所有的员工，让他们无法逃脱。他负责暴力威胁，和王传君饰演陈浩两人分工协作，从心理和生理上内外压制。遍地钞票的光鲜只是诱惑的表象，工厂里一旦有人反抗，随之而来的虐待和酷刑是家常便饭。王大陆饰演阿天，是网线另一端的诈骗受害者，因为一则网络广告，他落入诈骗集团的网赌骗局，被欲望控制，失去理智的年轻人放弃光明前途，孤注一掷地赌上全部身家。周也饰演阿天的女友小雨，她和阿天也陷入了这个赌局。阿天为了追逐欲望，不顾一切地将全部家产都赌上，他的眼神充满了绝望和后悔。小雨明白骗局的本质，她拼尽全力想要阻止阿天的冲动，但却束手无策。她的眼神中流露出对爱人的担忧和焦虑。小雨看透了骗局的本质，她明白他们要的是命。